现在中国这个经济已经出现非常严重问题，在国有制下呢，就产生了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而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就是国有企业不能破产。为什么它的集权制度会解体？因为这个是直接关系到人们认识中国。早在赫鲁晓夫的时代，中共和苏共的差别就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苏共可以如此坚决的要清算斯大林主义，在中国有一群人试图清算毛泽东，但是被邓小平就挡住了。邓小平认为呢，苏联的这个极权主义制度的解体是因为他的经济改革的失败。戈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这个苏联的经济是一塌糊涂，就是实际上戈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就相当于现在中国的经济。那么人们就可以想象了，就是中国的如果是现在的中国跟那时候的苏联是差不多的，那么是不是中国能上那个路呢？徐老师还有一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您看现在，我们能回头去看的话，像前苏联，东欧很多国家解体之后，但是还是走上了，有的就进入了民主宪政，有的还没有，包括苏联自己现在就很明显的变成了一个变得更加的危险的一个国家，所以您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对，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可能应该值得就是讨论的比这个还早，就是为什么它的集权制度会解体？因为这个是直接关系到人们认识中国，就是现在中国这个经济已经出现非常严重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现在的状态大体上相当于苏联的这个80年代初，相当于这个状态。那么苏联从80年代初，就是70年代末期开始，就是经济开始走下坡路，然后到这个共产集团，这个苏联东欧共产集团的这个解体是1989年到1992年之间，就是89年先是这个东欧，然后呢92年苏联解体，就是从经济开始走下坡路到他们最后这个集权制度解体用了10年多一点时间。那么人们就会这个猜测，就是把这个套到中国的头上，这个中国会不会是像他们这样？然后才解体之后，才有你刚才讲到的这个问题，提到的这个问题。解体之后，他们各走了不同的路，有的变成了民主宪政的国家，有的变成威权主义国家，但不再是极权主义制度了。那么，首先我们看就是它为什么会解体。那么这个邓小平呢，对苏联的解体呢有个解释。邓小平认为呢，苏联的这个极权主义制度的解体是因为它的经济改革的失败。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是邓小平努力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最重要的动机。那么他认为要维持中国的极权主义统治，就必须改革要成功才能维持得了。那么邓小平的这个判断呢，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呢，它不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它不是完全正确的呢？它的一部分正确就是在于，在苏联和东欧整个共产集团这个经济改革失败的这个情况下呢，的确这个是助长了这个对共产集权制度从基本上产生怀疑，助长了这个是个必要条件，就是如果它的经济很发展，那么这个对共产集权制产生怀疑的这个力量就很小，就是你会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制度，但是呢，多数的人会认为它发展的还挺好，所以就没有什么道理去怀疑它。
但是由于它这个持续的那个没有办法靠经济改革来这个解决它的问题，那么就使得这个怀疑的力量非常大了，那么最终就是它解体了。所以他说对了一部分。那么在邓小平讲到的这个东西说对的一部分里边呢，实际上在当时的这个苏联呢，就已经不光是苏联，整个苏联东欧集团就产生了一个普遍的一个社会共识。社会共识是认为呢，就是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制度啊是不可改革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部分就是他们普遍认为共产党制度是不可改革的，因此我们要想改革，先得结束这个制度，然后再说。这个实际上呢是它解体之前这个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个基本判断。而我刚才讲到的就是说这个共产党制度是不可改革的，这个最早都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那么这个经济学家里，实际上第一个这样提的人就是我的导师之一，这个科尔奈。科尔奈教授呢，他是这个整个共产党世界第一个放弃中央计划经济的是匈牙利。而这是1968年，而这个科尔奈呢是这个放弃中央计划经济这方面呢是起非常重要作用，所以有些人会说他是匈牙利改革的设计师，有这么说法的。那么他那个改革呢，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想法。兰格是波兰的经济学家，他提出这个想法呢是老早以前在芝加哥大学做教授的时候提出来的。那么他在波兰就是波兰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他就从芝加哥回到了波兰，变成了波兰的财政部的部长。但是在波兰他没有机会推动这种在当时看来是非常激进的改革，因为激进的意思就是他把中央计划给搞没有了，就是用市场来取代中央计划。但是第一个执行是匈牙利，但是这个改革呢就很快就发现是根本行不通。行不通的道理呢，就是因为这个他们是保持的国有制，在国有制下呢就产生了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而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就是国有企业不能破产。因此呢，它在市场制度下说起来是市场制度，但是企业破产是市场制度的基本部分，就是你把市场的这个基本部分弄没有了，所以呢它实际上呢这个国有制的市场经济是不能运作的，因此他们解决不了他们这个经济里遇到的问题。那么所以是科尔奈呢是早在1980年就说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革的，然后他认为他自己过去做这个改革的时候的这个想法是很天真的，所以他把自己行为，他后来说他自己当年是天真的改革派那么他后来就不天真了，不天真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能放弃，没法弄了。那么这个想法后来是普遍的，在这个他们共产党国家里的这些经济学家都这么看。然后呢，就是共产党的这个上层也普遍持有了这样的看法。但是即便是这些看法，即便是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他的经济改革的失败，这个是帮助了他的这个解体，对，崩溃和解体，这帮助了他，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一个，就是它不是充分条件，它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以中国现在经济开始一路下滑，就是中国的这个在共产集权制下，就是经历过去这个改革看起来有些成绩，但是终于它的这个制度的原因，使得它的这个经济的继续的发展已经没有办法再持续了，开始往下走。这个呢，大的趋势是和这个苏联东欧集团是一致的。但是呢，苏联东欧集团的这个崩溃呢，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超出了这个经济的，
就是那个因素，在那个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单纯的经济的下滑，并不意味着这个制度会要崩溃。那是什么因素呢？那么我们就返回来就看苏联跟东欧集团早些年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么早些年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1956年，这个赫鲁晓夫在这个苏共20大的那个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的核心就是反斯大林主义，就是清算斯大林主义。那么他的清算斯大林主义，那么我们现在并不计划这个把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但是我们要讨论，我们在讲制度基因。制度基因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苏联共产党的背景下，当我们讲制度基因的时候，指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制度基因？因为我们前面在讲这个苏联共产党从哪儿产生的，那时候我们讲了3个制度基因，就是沙俄的这个帝制、秘密政治组织和这个东正教，俄国东正教。那么这个什么东西引发他们自己的制度要崩溃呢？这个制度基因里很重要一部分，实际上是历史上俄国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俄国的这个社会主义运动都是启蒙运动来的，而这个社会主义运动从启蒙运动来的时候，那个启蒙运动里，哪怕这个启蒙运动里有不同的思潮，有刚才我们讲到，比如说洛克跟这个卢梭是很重要的分歧，俄国受到的影响远为更多的是来自法国的，就是俄国在启蒙运动时期受到的启蒙运动的影响的最主要来源是法国。但是无论是法国的哪一个流派，无论是伏尔泰也好，卢梭也好，狄德罗也好，就是无论是哪一个流派，哪一个思想家，里边有一个是共通的部分，人性。就是人性在这个启蒙运动期间是一个贯穿的，在任何国家里的最基本东西。那么这个人性这个东西呢，在俄国有非常大影响，所以俄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人性的这个影响，就叫做冲击。所以这个制度基因早就在俄国就播下这个种子了，就是俄国自己没有自己的启蒙运动，但是他受了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他的所有哪怕那些最激进的左翼的人，在这个人性的方面都受了这个影响，或者叫人道主义。就是对，我也想问您呢，人性和人道主义，对，就是你叫做就是更哲理化的时候是人道主义，你把它变成更这个直截了当的人的基本的感觉的时候，就是人性，就是人是不是认为人性是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呢，他们推动所谓俄罗斯社会主义，以至于后来发展的共产主义等等等等，就是都是受的这个人性的影响。那么这里呢，我就还需要交代一下，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人性什么关系？关键是人性还有，咱们老说人性里有好的部分，有恶的部分，所以是不是还是您在这里是讲的是人的人文主义的特性？就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指的是这些东西啊。那么马克思主义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呢是坚决批判这个人性，坚决批判人道主义。那个道理是很简单，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呢，就是不存在，就是人类社会从来也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从来也不存在人道主义所说的那个人性。马克思主义认为呢，人类社会呢是阶级社会，所以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因此呢，这个只存在就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呢，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定是镇压被统治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所以所有的这个被无产阶级推翻了的那个无产阶级的敌人，都是必须要镇压的，这里绝对没有人性可言，完全是反人性的。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讲这个人道主义、人性是在这个启蒙运动期间，在俄国已经成为他们的制度基因的一个部分。但是为什么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如此之残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人性，你必须是阶级性，你必须镇压你的阶级的敌人。因此呢，它这个是一个相当是一个重大的转换，就是这个思想上的重大的转换。但是呢，早在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这个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那么这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里边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靠的是阶级来取代人道主义，靠阶级取代人性，阶级性取代人性。一旦消灭了阶级之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性取代人性的所有的讨论已经不存在了，就不能用了，没有了。这就给了苏联一个机会，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就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1917年，斯大林宣布苏联不存在阶级了1936年，就是这个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所以呢，过去存在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这个制度基因在俄国仍然还普遍存在，尤其是就是知识分子里普遍存在。然后在这个之后，虽然它仍然在大规模的迫害，但是呢，理论没有了，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迫害是一回事儿，有没有理论是另一件事儿。它理论没有了，所以它一方面是迫害，迫害呢，它的道理是说这些人是第五纵队，这些人是特务，这些人都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他不是阶级。所以呢，这个当那个阶级意识没有了的时候，这个阶级仇恨没有了，这个时候呢，你原本社会上存在的这个人道主义、人性的东西，逐渐就开始返回。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在讲赫鲁晓夫的时候讲到这些，这就是背景。就是赫鲁晓夫的清算斯大林主义不是一个人的行为，是一群人的行为。这一群人的行为背后是有制度基因的，是有基础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从来没有清算过毛泽东，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制度基因。所以呢，这个在中国有一群人试图清算毛泽东，但是被邓小平就挡住了。邓小平也不是一个人，邓小平是代表了这一群中国共产党的老的这个铁杆。那么邓小平非常清楚，你如果清算了毛泽东，你就清算了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你就动摇了中国的这个共产集权制的基础。因此，我现在讲的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他说你否定了毛主席，就否定了我们自己。他讲的是完全正确，因为毛泽东做的是他们一起做的，毛泽东做的许多事儿是具体执行人就是邓小平自己，然后具体执行人就是跟他一起的那些这个元老，共产党的元老。所以你否定了毛泽东，就否定了他们自己。因此他不允许，这个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在1980年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上层有4000人开了这个很长好多个月的时间的会，就是要清算毛泽东。当时在那个会上，就是这个王光美等等很多人都出来这个讲了大量的内情，就是毛泽东如何迫害这个干部的，包括迫害刘少奇。但是被这个邓小平压下去以后，所有这些人都转过来支持邓小平，因为大家都还需要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制度还要能挺得住，
然后整个的经济改革就是为了让中国共产党这个制度能挺住。但是这里边的最重要点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跟苏联的差别，这时候就能看到，都不要讲到这个戈巴乔夫，就是早在赫鲁晓夫的时代，中共和苏共的差别就看得很清楚了，就是苏共可以如此这个坚决的要清算斯大林主义，当然呢，它是仍然在那个时候，它还是极权主义制度，所以呢，在这个在他清算斯大林主义的情况下，就这个爆发了这个波兰的波兹南这个大罢工，然后接着就爆发了这个匈牙利革命。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呢，就是都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这些制度基因的存在，才有了这些。这些制度基因呢，实际上就是波兰和匈牙利原本他们存在的制度基因，是使得他们自己原本是没有可能建立起共产集权制的。他们的共产集权制是苏联的坦克打下来的，是因为有苏联的坦克在那儿，然后是这个就是在苏联扶植的共产党在当地这个用这个操纵选举的方式那个获得的政权啊。操纵选举的方式我这里需要简单的这个概要一下，这发生的是什么。这个是在这个二战这个后期，这个一个重要的会议就是这个雅尔塔。在雅尔塔会议上呢，这个美英苏这个要划分这个二战结束之后的势力范围，然后在划分这个势力范围，它其实划分势力范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是因为担心会和苏联发生冲突，就是英美是盟军，然后呢是从然后这个苏联呢从这边打过来，他们从那边打过去，然后这个事先划清楚，免得他们互相这个发生冲突。于是呢，苏联方面呢就提出来它的领土的范围在什么地方，就是基本上就是后来实现的那个。这个时候呢，这个罗斯福总统说和丘吉尔呢，他就说这个他接受苏联提出来的这个，因为他必须接受这个他都是这个当时还在战争期间，他还就是离不开苏联的军事力量。那么接受，但是他有个条件，他的条件就是说呢，你的占领区就是不是你国家的，你的那个占领区，他们的政治制度需要他们当地人投票公决决定。他说你需要同意这个，然后我们就同意界限划在那儿，但是当地的人必须要有这个全民公决，决定他们的制度，就是制度不能你的坦克说了算。斯大林说没问题，这个事儿没问题。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他们上他当了。这个斯大林说没问题，这个到时候他们投票，这就回到了刚才我说的，就是波兰是怎么投票的，匈牙利怎么投票的，捷克斯洛伐克怎么投票，就是所有这些东欧国家是怎么投票的。这个投票呢，就是他们用了大量的方法去这个操纵那个选举。所以是在这种操纵的情况下呢，波兰的共产党呢是勉强在匈牙利在波兰获得了这个多数都不是很大。那个在匈牙利呢也并不容易，就都是用了这些手段，但实际上他们这些国家的这个制度基因决定了呢，他们都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众非常的对这个共产集权制这个反感，就是不能接受的。那么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传过来之后，这下他们就找到机会了，所以这就产生了这个后果。那么这个就是当我们讲制度基因的时候，这都是很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波兰的制度基因呢，就我上次已经提到了一下，就是它历史上就早在君主制的时候，它那个君主都是选出来的。所以它有很长的这个议会的这个传统，就是早在这个16、17世纪的时候，这个波兰的这个议会在整个欧洲都属于最活跃的之一，就是有一度是全欧洲最活跃的、最起作用的。所以这个就是制度基因，就是在当地
哪怕是不是民主制度，是精英统治的时候，封建的精英统治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认为得是宪政的才是合法的，就是非宪政的那个东西，他是认为是不合法的。这个，所以这个在他那个还有就是他到了那个近代的时候呢，就是大量的工人组织早就在波兰就是很发达，早就是有大量的工人的罢工啊，为了那个工人的利益啊，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啊，还有就是就是波兰的这个私有产权也是这个相当的这个发达，所以以至于就是这个波兰共产党统治时期还保留了在农村保留了相当的那个私有的土地产权，那么这些都是就是它的这个制度基因原本就在那儿，就是使得它这个国家和共产集权制不相容，因此逮着机会他们就闹。这个匈牙利呢，虽然不如波兰的那个就是这个制度基因的发达程度不如它，但是呢，也这个有相当的这个基础。另外一个有特别大的基础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呢，那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也是历史可以追到相当早，就是早在这个宗教改革时期，所谓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时间相当长，就是第一轮的宗教改革其实是产生在后来叫做捷克斯洛伐克的那个地方，当时叫波西米亚，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中间的一个王国，就是波西米亚王国。那是他们是最早的一批的那个宗教改革，然后是被这个后来被镇压了的。这个为什么要提到宗教改革？就是因为实际宗教改革是真正就是打破这个天主教的垄断。那么所谓的新教，实际上这个里边不纯是因为这个对宗教教义的理解的差别，不纯是里边有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反对这个天主教的垄断。那么这个自从有了新教，才有了许多许多的教会，就是不归天主教这个教皇这个不归他管的，这个本身就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其实你没有这个，其实资本主义也是不能产生的。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产生，第一轮的变化就是这个宗教改革，后面是这个启蒙运动，然后才出来的这个资本主义大发展。而捷克是早在那么时候，就是德国的那个马丁路德之前100年就已经进行了这个宗教改革，所以这个就是制度基因是扎得很深。然后从来捷克的那个统治都是选举的，从来就是首先我刚才在讲，它是过去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部分。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选出来的，然后他每一个王国的国王是选出来的，所以都是就是早在君主制的时候，封建制的时候，他的君主都是选的，他不存在一个世袭的君主，他只有贵族是世袭的。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就是说，他们的社会精英从来都认为合法的统治一定是议会统治的，一定是这个选举的。那么你到了近代就更不用说了，那么他们根本就是属于就是在这个产业革命的时候他就已经发达起来了。所以在这样的国家，就是共产党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这个合法的建立他们的统治的。那么这个我记得不是很准了，大概应该是对的，就是捷克实际这个在一开始全民公投的时候，那个共产党没有能力这个获得多数，后来是发动政变才获得的政权，才能控制的。那么这些就是背景，就是它的制度基因。在这个背景下，实际上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这个崩溃是离不开这个背景的。因为这个苏联的统治实际上虽然它是用坦克这个占领这些地方，强迫这些地方变成了这个共产集权制，但是呢，所有这些国家发生的
反共产集权制的那些运动、那些思潮，全都反过来又进到苏联，这跟中国是截然不同。就是中国是跟他们完全就是切割了，切割的原因就是和这个当年的反修防修绝对是在一起的。就是毛泽东的反修防修建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把中国和苏联东欧共产集团给切开了，而他们自己互相之间就像这个基督教在欧洲互相全是流动的，互相影响非常大。所以中国人往往不太知道，中国人往往会误认为东欧国家都听苏联的，不是这样的，是这个东欧国家发生了事情，反过来去影响苏联的，这个尤其是就是知识界和包括共产党的上层。所以呢，先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发了这个波兰跟匈牙利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呢，他们由于担心这会反过来影响所有的这个共产集权制国家，于是把它镇压了。那么镇压了之后，那么就是到这个1968年的时候，这个捷克就是这个上来捷克的这个改革派的共产党的这个就提出来要有这个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那么我前面讲了半天，就是这个人道主义、人性这些作为制度基因，就是为了解释它。什么叫做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就是人性。就是说，原本的共产集权制是没有人性的。没有人性的原因特别简单，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的理论是直截了当反对人性的。然后呢，这个虽然这个斯大林宣布他们消灭了阶级，这种阶级论已经不能直接用了，但是实际上仍然共产集权制还在这个压制人性。但是呢，在这些国家，尤其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它是经历过这个启蒙运动的。那么在启蒙运动里，这个人们是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这个基本这个思想。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看，就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推动的这些人的主体是什么人，就是都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的哪些人全是作家。是的。为什么是作家？因为是作家对人文主义、对人道主义是理解的比别人更深。这些东西不是纯粹的哲学，说起来好像人道主义是个哲学概念，但实际上你要表达成为对社会的这个反应，其实往往是作家这个反应。文学艺术，对，情感，对，甚至生活方式。对，所以呢，实际上它是在这些作家的推动下，对。然后他的这个共产党提出来要有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然后这个东西呢又被苏联给镇压了，就是勃列日涅夫时期。那么人们又不了解的会以为镇压就结束了吗？就完蛋了吗？但实际上呢，正好相反，就是当时在这个捷克斯洛伐克推动带有人的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一些就是首先就这个思想马上就传到了苏联去了，然后在苏联的这个共产党里立刻就有了影响，然后在苏联的大学里立刻就传开了。那这个它能够是这样就传开，当然是一方面是说他们本来就互相交流很多，另一方面就是原本那个社会里有这个制度基因，它有这个制度基因，这东西来了就传开，就是它跟这个共产集权制是冲突的，但是它有这个制度基因，来了就传开，而且包括共产党上层，这就是关键。就是这个相当一些这个后来戈巴乔夫身边的那些工作人员和上层的那些人都受这个影响。就是首先相当一些人是受了当年赫鲁晓夫这个清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所有人都受了那个影响，然后又受了这个影响，所以这些人都相信社会主义需要有人的面孔，他信这个。因此呢，这一方面他把这个勃列日涅夫把这个给镇压了，
镇压的目的呢是怕他动摇这个集权统治，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社会主义需要有人的面孔，这个已经在相当多的苏联共产党里已经他们就是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认识，就是前面有赫鲁晓夫的清算斯大林主义，后边又有人的面孔的这个社会主义，然后就到了这个戈巴乔夫上台的时候，就是戈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这个苏联的经济是一塌糊涂，就是实际上戈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就相当于现在中国的经济，那么人们就可以想象了。就是中国的，如果是现在的中国跟那时候的苏联是差不多的，那么是不是中国能上那个路呢？那么，但是经济不是一个这个充分条件，是个必要条件。就是经济是个必要条件，原因就是它动摇人们对共产集权制的信心，然后使得人们希望这共产集权制发生变化。但是它能不能发生变化，朝什么方向发生变化，它还要有别的条件。那么